当着他的面把浴巾直接撩起来给他看。旁边的柯南心里说，你没事儿吧，给我女朋友看啥呢？如果说工藤新一是恋爱脑，那服部平次就是个钢铁直男。新一幼儿园就知道自己喜欢小兰，平次却一直把荷叶当哥们儿当下属，他甚至把兄弟的女朋友也当兄弟。论情商，平次在第1层，那工藤新一直接就在天堂的第19层了。盘点服部平次的低情商名场面，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开窍啊？一，他把小兰当兄弟，在他心里兄弟的女朋友那也是兄弟。有一回他掉下游轮，为了逃生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了，在跟小兰说的时候，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很可怜，当着他的面把浴巾直接撩起来给他看。小兰当时的表情特别精彩，旁边的柯南心里说，你没事儿吧，给我女朋友看啥呢？当然小兰也没放过他，他第一次见到平次的妈妈时，大实话脱口而出，有网友说这是雪媚娘和她的脏脏包儿子，多损呢，形容的是真贴切啊。二，平次和荷叶打赌，谁能赢了案件推理就听谁的去哪儿玩。荷叶、小兰和毛利大叔一组，平次和柯南一组，这谁能赢一目了然啊。小兰看荷叶非常想赢，就拜托柯南帮忙，柯南听了2句就想立刻放水了，结果平次胜负欲爆棚，不许柯南说一点，可他转头发现荷叶都急哭了，想到工藤新一曾经说的话，他就决定放水让荷叶赢。可这小子一破案就上头，小嘴跟机关枪似的突突个没完。柯南在边上尽力挽救，却没能成功，看他这表情就知道平次没救了啊。3，平次为了不让柯南暴露身份，化妆假扮新一，想要帮他瞒天过海，结果1秒就被荷叶认出来了。这要是换成新一，乔装后被小兰一眼认出，他早就开始暗爽了。平次这小子被认出还一脸的不服气，老弟，你听你这口音对吗？工藤新一啊，来听听正版新一的口音。工藤新一です。新一是正宗标准普通话，平次是东北普通话。平次寻思，我也没有口音啊，他们咋听出来的？木木警官和毛利大叔说，拿我们当傻子耍是吧？4，荷叶早就喜欢平次了，平次反应迟钝，好不容易表白荷叶，俩人确定恋爱关系，但却被基德钻了空子。基德扮成荷叶以后，对着平次大撩特撩，平次竟然一点没发现不对劲儿，被撩的不知天地为何物，当场就想亲下去。基德吓得差点就切号了。当平次知道真相，追杀基德好几条街，我真不行了，老弟，你女朋友啥样，自己心里没点数啊？突然间这么奔放，你还挺享受其中啊？结合这些事件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，平次绝对可以放心做好哥们儿，但做男朋友嘛，他确实缺了点新意的情商，但他胜就胜在那颗纯粹的心，没有弯弯绕绕，对荷叶有啥说啥，毫无保留。新一相对就心思复杂的多，这么多年小兰只收到过1封情书，还是在新一变成柯南以后，这情书还是小学妹写的，就这柯南还暗戳戳的跟踪查看。新一和小兰可都是帝丹高中的风云人物，新一收情书收到手软，小兰1封也没有，什么原因不用我多说了吧？要是平次估计看见情书顺手就帮荷叶拿到眼前了，吃醋也是光明正大的吃。两位少年真是各有各的优点啊，如果让你在他们中间选择，你最想选谁呢？